一个火炉，一口大锅，炊烟袅袅，豆香阵阵。这是封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記憶。我平時放假咁，爺爺就搭個鑊，然後就開始拉腐竹，我就幫佢牽火。點解可以咁快就搭一張上去？我覺得好神奇啊！從細睇到大啊嘛，但係我都冇咩機會動手。捏起、上掛，腐竹成型的關鍵在於動作的行雲流水，一氣呵成。老廣愛吃腐竹，除了迷戀那一口柔韌的豆香，還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。腐竹是素食裡的營養擔當，可煮可腐，吃法多變。經高溫油炸後，變身為蓬鬆爽脆的火鍋配菜。與五花肉同燜，配上米飯，便是老廣常餐枝竹火腩飯。2019年，父親自認看準了市場需求，要搏一把。此時還在讀大學的李穎君，便與父親一起籌建了腐竹加工廠。然而事與願違，父女倆主打的無添加健康腐竹，因成本高、價格貴，沒能得到市場的認可，最後以失敗告終。做農業好似就係住玩一個大冒險咁，你覺得目標就喺前面，但係呢，前面係好多困難挫折咁喺度等住你，你要一關一關打敗佢，重新行出我嘅路徑。8月初的田頭鬱鬱蔥蔥，稻谷長勢喜人，但看天吃飯的風險隨時來襲。半個月前才被李穎君搶救回來的稻穗，再次迎來了暴風雨。全都豆腐，我的天啊，太難了吧！才經歷了3次洪水，準備收割了，居然那麼大片的豆腐。下田4年，4度受挫，李穎君已經習慣面對各種突發狀況。先報保險理賠嘛，我們買了農業保險，然後再搶收，能救回來多少就多少。為了降低損失，李穎君決定先收割稻谷，馬上進行烘乾。翻嚟嘅好大一個支撐係因為我爸爸，我係從細到大望住佢點樣去實施佢中國嘅計劃。佢係一個遇到難題佢從來冇會放棄嘅，不停咁諗佢個解決方案，我好佩服佢嘅。虎父無犬女，李穎君從小倔強，從腐竹製作到醜番薯負重，水稻種植，他順應天時，換着花樣經營他的開心農場。收割機、犁田機、無人機，樣樣精通。10個人要打2個鐘，10個人打2個鐘喎。啊！依家好似嗰塊地，我一個人10分鐘可以打完啦。12、3歲就已經對農業有興趣㗎啦。種果、收成、推摘，整個生產過程都有後期，係後期先至有興趣。泥土裡的收成，終將成為菜籃子裡的林林總總。秋季豐收時，將黑豆變成黑豆腐竹，是李穎君的新嘗試。因為呢度有一個我對於家人嘅眷念，我覺得係有一份寄託喺上面嘅，我都好希望呢個產品可以發揚出去，同埋呢份手藝係好值得珍惜嘅。黑豆的蛋白質含量高達36%以上，能提供維生素、蛋黃素、黑色素及卵磷脂等營養，但要保留其成分，製作工藝上還需講究。黑豆未有脫殼，營養物質喺黑豆嘅黑皮嗰度啊嘛，佢有花青素，仲有其他啲營養物質都喺度嘅。黃豆個豆腥味就喺個皮嗰度，所以一定要去咗。清洗、浸泡、研磨、隔渣，一鍋純天然豆漿在柴火的高溫烹煮下沸騰，火候的把控決定了豆漿的濃度。溫差製造形態變化的奇蹟，豆漿表面冷卻結膜。一般情況係濃度太高要加水啊，依家火太大啦。
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，换来了眼前这一竿竿通体光滑的黑腐竹。秋高气爽，沐浴阳光，吹拂山风，不到2天，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，光泽透亮。個鋪做得幾靚？靚就靚㗎，但係產量太低啦，冇50蚊就講到冇錢賺添喎。咁仲要繼續研發咯，睇下點樣可以喺冇添加嘅情況下提高成數。在封開人的餐桌上，最常與腐竹搭配的必定是賀江河鮮。賀江鲩魚肉剁碎成魚蓉，平鋪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。卷裹後用牙籤定型，入油鍋炸5分鐘，便是封開人逢年過節都愛的富足如意卷。百搭能手腐竹，不管是炸还是炒，是焖还是煮，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。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竹衣上，可鹽可甜，毫不違和。煮呢個湯可以用炸過嘅，或者冇炸都得。但係我個人中意炸過嘅，因為口感會豐富啲，同埋等下煮出嚟之後會吸滿晒啲湯汁。本鄉本土的風味兒，添把柴，加把火，去偽存真，無需修飾。黑腐竹隆重登場，今晚的村頭格外熱鬧。得啦，阿婆，試試我啲黑豆腐竹。啲腐竹我自己整嘅喎，阿婆。自己整㗎。你睇過啲黑腐竹嘛？睇過開嘛？嚟試試睇你想唔想？好。呢啲純正米香啊！碗里的香米飯，手中的炒番薯，香噴噴，甜蜜蜜。尹軍相信，生活壞到一定程度就會好起來的，就像腐竹，要想成才，必定要熬。極致之味的傳承，往往不在衣香鬢影、觥籌交錯的星級酒樓。在廣西三江，侗族人的味覺傳奇扎根村寨，靠的是一幫廚娘。哎，你好，今天沒有安排百家宴呢。晨曦出現，各種預約電話接踵而至，吳愛仙開始忙碌起來。3個團，哎，有80人啊，差不多。80人是百家宴的設宴起點，清點了報名人數，吳愛仙馬上在他組建的廚娘群裡發出邀請。從2017年開始，每年暑期旅遊旺季，都是吳愛仙和廚娘一年中最繁忙的時光。我是負責接單，負責安排他們炒菜，凍加三寶就是由我自己來負責。凍不離酸，在西南地區長期缺少食鹽的歷史裡，侗族人發現了以酸代鹽的生存之道。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，酸魚被定為酸中之首。除了傳統的生吃，用炭火烤製，味醇留香，皮脆骨軟，令人回味無窮。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將酸魚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，入口香而不膩。大喜慶的日子，出嫁、結婚的這種，都會有幾十年的那種酸魚酸肉。三江地處南方，漫長的夏季多雨又潮濕，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獨特法門。陳年的酸肉、酸魚，
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。吴爱仙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曾外出务工，做过小买卖。孩子的出生，亲情的牵绊，让仙姐停下漂泊的脚步，回归乡土。2007年，见过世面的仙姐，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，办起了农家乐。从小就练就的侗家厨艺，居然打通了游客的胃，留住了食客的心。这是我们侗家的土猪肉，拿来辣的啊。开始就是有一家，他专门接待老外的。那时候很多老外，他会吃，他的不要少，就是直接这样吃，生吃。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3省交界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，民族生态保留完整。特别是高铁开通后，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。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，租下了鼓楼广场，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。5年时间，厨娘团从0星几人发展到67人。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，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，就在那里闲聊，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。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，一个人的收入是3000多块。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，腌鱼被开刀一分为2，還要鹽朵，還要鹽香。用盐和米酒腌制后，自然风干。当鱼肉质变硬，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。在吴爱仙眼里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，小媳妇开枝散叶，贤惠巧手，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。而制作腌鱼糟，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。将腌鱼糟填充鱼腹，入坛封存。糯米能促成发酵，水解转化为乳酸，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。下午4点，盐寨里的炊烟升起，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。厨娘们奋战在各自的炉灶前。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，无论客人多寡，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。拦路对歌，邀请贵客入席。鼓楼下的头牌油茶档成为待客的前哨站。老树茶经历3轮蒸煮，去除苦涩后的茶汤，加上梅豆、米花、花生、葱花，原汁原味，咸甜随意。盐味什么都不放，你的放你自己放就可以了。这2个有个4个。上面这里你来找我，我这里忙找不到你啊。离开席只剩20分钟，吴爱仙的电话比热线还难打通。我们都在这里等你们啦。有时候累，但是也值得。就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吃上旅游饭啊，大家都能赚到钱，我也觉得开心，我也不怕累。品尝侗族油茶是餐前小食，
鼓楼坪上的长桌才是盛宴的舞台。百家宴准时开席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侗乡。百家宴是我们侗族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，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。说了，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，干了，请大家一起说了。最生态、最乡土的糯米饭、甜米酒、糯米糕，还有少不了的酸肉、酸鱼。食客们手起快落，随意走动，尝百家味，品百家菜。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，这种近乎群策群力、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，让吴爱仙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。这是我们的我们户姐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走一走，壁虎抬一抬，升官又发财。发财！我觉得都好吃，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。长桌宴上你来我往，觥筹交错，人们跨山越海，告别自己熟悉的生活，一头扎进全新的味觉世界。百米长桌，酸辣热闹，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，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。陈年老鱼，就有一点点像。我特别新奇，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，这么多的菜，太多好吃的啦。客人们酒足饭饱，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，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。我2个人下表演了，到10点钟才回去的，太晚了。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，又可以带小孩，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，这样子。因為即係三百八十個人工。吃百家饭，连百家心，驱百种邪，成百样事。侗家传统流传至今，百家宴领头人吴爱仙，如同纽带凝聚汇集，在人情往来之间，在歌舞升平之时，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。同样以美食为美，肇庆市封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。即係落大雨喎喂，有冇睇天氣報？冇啊，冇睇啊。哦死咯，批菌聽日得執咯喎！死啦，我哋浸咗幾年啦喎，今年仲會受執唔好喂。我哋去都林睇睇先。哦，走。每逢山雨欲来时，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。从2017年创业开始，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，一心投奔农业的他，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。颱風特別洪水呢個影響啊，非常之大。特別係舊年，我哋仲受浸咗3台車、3個冷庫同埋2個倉庫。3起3落，從一無所有到負債100萬，陳家龍不想放棄深愛的農業，只能自己給自己打氣。畢竟自己一個學嘅係呢一方面嘅，做嘅亦都係呢方面嘅，所以呢喺技術方面呢，我覺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咯。好，各位老铁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。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竹荪呢，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，烧开了一个水，配料把它下下去，红枣呢不需要多，放个5、6个就够了。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，就放适量啊。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，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下去。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。放太多的话，那个味道会很浓。一放下去之后，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，煮个3、5分钟就可以了。尝试一下味道啊，味道如何？
在肇庆封开的江川镇及邻近乡村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。被乡民们称为竹孙王子的龙哥，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。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，他思前想后，决定辞职，加入了返乡创業大軍。當初嘅諗法呢，就係翻屋企去發展呢個食用菌嘅種植，因為呢片土地養育咗我都想利用翻自己嘅學識同埋係經驗去回饋佢。然而，世間之事，知易行難。創業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、找不到方向的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——野生竹荪。陈家龙如获至宝。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，夏秋季节，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，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，也就是竹荪的胚胎。竹荪之所以珍贵，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，在自然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，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。清晨6点左右破蛋而出，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。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，被人称为雪群仙子。但很快，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，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。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，竹荪便會開始萎縮融化。大部分唔識啦，因為佢個樣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。有啲村民見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。有了目標，陳家龍的心裡就像照進了一束光。2017年，整整10個月，他在簡陋的實驗室裡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轉為人工培植。陳家龍懷着忐忑的心情，在竹林下試種後，雪群仙子一朵朵綻放在竹林下。陳家龍感覺翻過了一座座山丘。但好景不長，菌絲培育成功的喜悅很快又被沖毀了。一直到依家做咗4年，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，損失咗非常之多。屢敗屢戰的陳家龍從一片試驗田發展到一個基地，他堅信走下去不僅能改變鄉親們的生活，還能撬動家鄉的鄉村產業發展。雖然公司呢幾年確實係冇賺錢嘅，甚至係蝕錢嘅，但係呢，我哋每年平均都有70-80萬嘅工資係派俾村民。係嘛？執你新鮮竹荪同埋竹荪蛋。哦，翻嚟啦！我哋今晚親自煮一餐試先。好大嚿喎，牛龜咁大嚿喎。每年的夏秋之際，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賞味季節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，卻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鮮珍馐。洗淨表面的污垢，剥開表皮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顆晶瑩剔透的果凍。因為我哋竹荪蛋咧，佢出邊有一層多糖同埋啲肉混合起身，佢會令到雞肉嘅纖維會越煮就越嫩滑嘅，而且煮出嚟嘅湯咧有膠狀啊，好似啲燕窩種感覺咯。蛋咧唔使太多，小火咧就25到30分鐘。在老廣的食譜中，竹荪的珍貴之身要與雞、鴨燉湯才稱之為般配。自從龍哥成功培育出竹荪，本地人就像打開了一扇窗，做出了竹荪釀、竹荪網煎蛋、竹荪羅漢齋、竹荪鮮蝦粥，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，變着花樣，紛紛上桌。今年第一做竹荪，
我哋幾個翻嚟煮俾老母試試先。豆啖湯啊！今年啲味道好多過舊年喎。係啊。咁今年點樣樣啊？情況？今年嘅目標係冇蝕錢。加上咧呢幾年政府對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，所以咧我哋竹村算係放開有特色嘅一種名片咯。得啦，慢慢嚟啦。竹荪拥有天然的纯真本质，正如纯良的陈家龙，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，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。在中国人的味字里，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和可能性。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，再以熟稔的烹饪大法加持，普通的滋味儿，也许便有了升华的际遇。关于吃呢，这个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的。好不好吃呢，是纯粹的一个个人的体验。每一个人的味蕾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一些美食家他的味蕾呢，最多的有人呢达到856个，我们普通人呢大概只有200个味蕾。感知食物在吃的江湖上，老广美食家林卫辉有着独树一帜的见解。他运用跨学科知识解构美食原理，把品味感和美食背后的逻辑用笔墨汇编成册，让食的感受既可意会又可言传。祖籍潮州的林卫辉是老广美食圈里公认的大咖，寻食材、品美味、议心得、找文献、写品鉴，这是法学才子林卫辉近年的日常。然而声名在外，比不过女儿的一句想吃爸爸做的紫菜汤。我们用花蛤来做汤，一定要先煮一下，煮了之后呢，我们要的是这个汤。花蛤贡献了这个核苷酸、猪肉末，它贡献的呢是谷氨酸，再加上紫菜，它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，这3种鲜碰到一起，这个汤就非常鲜。粤菜取百家之长，用料广博，选料珍奇，配料精巧，善于在模仿中创新，以食客喜好而烹制。林卫辉从历史、文化、科学的角度烹煮和解读粤菜。广州餐饮圈的朋友很喜欢聆听林卫辉不疾不徐、鞭辟入里的食经妙解，他也不吝于给餐饮界的朋友建议与帮助。你品尝这个陈台基酒8年以上的老酒，我们广东什么食材跟它是绝配？这个我们粤菜里面的2个很经典的食材，一个呢鱼胶，另外一个呢广府菜里面的烧鹅来配这个酒，也是非常好。粤菜配粤酒，对于老广的餐饮文化来说是一次复合。林卫辉想打造一场久别重逢的美味之约。喂，辉兄。姐啊，你好。有迄个名客家无？质量要好个。我爱12街。好，12街。一只久的天气都好，拍了去客家团嘅。拍好我今日你做個你行去咯哈。好。